在游戏王的历史中，历代主角的王牌怪兽都是标配的2500点攻击力，像是初代的黑魔岛或在 GX 里遭到5换1登场的星羽侠，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白板怪兽。而在前几期的影片中，小猪猪发现了这样一则神秘的留言：天的游戏王还有白板怪兽吗？我当时没有立即给出回复，因为白板怪兽的种类庞大。所谓白板怪兽，它就是没有效果的普通怪兽。但是有张卡，它也自称是白板怪兽，它可以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偷发效果，让你防不胜防。远在上古时期，有这么一只怪兽，登场的次数远远不及黑魔岛，但初登场却直接拿下比赛的胜利。混沌士兵 ，A.K.A. 混沌战士，一位受过正统游戏王训练的玩家表示，这张卡是个仪式怪兽，它需要举行卡欧式的仪式才能出场。作为仪式怪兽的混沌战士，最早发行于1999年的大会限定包2，同时间混沌战士也是混沌系列的第一只怪兽。但其实混沌战士这张卡在实卡与动画中的表现差距非常大，在当时环境，想要叫出混沌战士，通常需要接近4张卡的配合。就让我们回归到20年前的游戏王，右手边的就是使用混沌战士牌组的决斗者，可以看到整副牌组的构筑都是围绕着如何快速的上手混沌战士周围的配件，比如号称早期的仪式之光。音速鸟召唤时可以抓仪式魔法卡上手，千手神则是可以抓仪式怪兽上手。03年中登场的万手神则是仪式魔法跟怪兽都可以抓上手。我们还可以发现到可以屌抽2张牌的强运之狐，这个时候也是限1的。不过可以抽3丢2的天使的施舍却只是限2，原因是因为早期经营目的能够发效果的卡实在不多。但如果手上很多废卡，这个时候来个天使的施舍，那整个就不一样了。不过影片的原作者有特别说明，他们是使用自己制定的进线卡表，因为当时还存在着号称手牌破坏3神器的玩法，这些卡每一张都可以精准的消除对方的手牌。不过在02年的1月1号，这些卡也被马上打上了强者标记，然而这些卡也没有在他们这次的决斗中使用，毕竟友谊第一嘛。然而左手边的决斗者王牌怪兽是黑恶魔龙，它是个融合怪兽，有着3200点攻击力，比混沌战士还要高的打点，由恶魔的召唤和针孔眼黑龙组成，这样决斗你一拳我一拳的非常的精彩。混沌战士的出场次数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建议大家有空必须立刻去观看这场决斗。时隔多年，在2015年7月18号，游戏王发行的第9期混沌维度的卡包中，首次出现了以混沌战士为首的一系列强化卡。开辟之骑士，使用这张卡仪式召唤的混沌战士怪兽得到以下效果：1回合1次，以对方场上一只怪兽为对象才能发动，那只怪兽除外。这张卡战斗破坏对方怪兽送去墓地时才能发动。这张卡只可再一次继续攻击，再配合上这张消暗之骑士，有没有发现他们的效果有个共通的能力？开辟赋予仪式召唤后的混沌战士除外怪兽和打怪连击的能力，消暗则是再次除外怪兽也能除外手牌，这可让混沌战士让它有了真正的效果。那看到这边，你可能会想说这么屌的效果，它不也要4张卡吗？No， 超战士的萌芽，混沌战士专属仪式卡。超战士的萌芽1回合只可发动1张，将等级合计到8星的怪兽送入墓地，将自己手牌墓地的一只混沌战士仪式召唤。换句话说，手上有一只光属性的开辟，这张卡的效果就可以让暗属性的消暗从牌组跳出来帮你仪式召唤混沌士兵。如果这个混沌士兵还存在墓地的话，那2张手牌也能仪式召唤出4种效果的混沌战士。当他跳下来之后，你将会看到以下场面：混沌战士将会突然发起效果，直接不讲武德，4效合一的混沌战士在当时的手游环境强度意外不错。还记得当时的我就是不爱看效果，直接被混沌战士狠狠的除外。其实这张卡早在1999年就已经问世，是日本第1届游戏王全国锦标赛获胜者的特点卡。作为收藏价值的此卡，价值一度高达900万美元。不过它的混沌战士却是个通常怪兽，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是不锈钢印制的卡牌。目前最新推出的3幻神卡也是不锈钢所印制。
尽管这张卡已经成为了收藏卡，无法使用它来参加正规的比赛，这么贵重的卡，要是一般决斗者带上了它，也会有输不起的压力吧。混沌战士首次在动画中出场，是在《决斗者王国篇》游戏对上孔雀舞。这边动画与原作的差异性会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遍漫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孔雀舞直接就是大尺度登场，几乎这个篇章都是这个穿着啊。非常的养眼，看到如此大尺度的展开，我的左手已经忍不住展开我的长枪龙。刚好我左手边就是一整箱的速度，来自红犀牛的初恋之星。这个拟真速度由石川本人降临，附赠亲笔签卡，它的好用程度堪比信子的屁股，刚好是我频道观众的最爱。当红犀牛的初恋之星结合上红犀牛的 GX 水性润滑液，淋上它，享受那极致的牵丝感。就算对手是来自禁卡表的水仙女人鱼，我的长枪龙也会直接不讲武德，进化为救急龙魔导师。在射出毁灭的喷射白光之后，我将启动白蝶的第二个效果，从额外牌组特殊召唤史上最强吸尸棒，来自红犀牛的吸霸 Pro。暴吸硅藻土吸尸棒，瞬间吸干刚刚发射完毕的毁灭喷射白光。但如果只是这样，那怎么行？凡购买一个初恋之星，就可以抽石川本人签卡，加上青色纯印的相框。2024年8月起第一抽，每周抽出一位，买一个还送一张电子抽奖券，没抽中还可以延续抽奖机会，越早买想越多抽。立即输入专属优惠码GG300，立刻现折300元，让我们继续回到游戏王。但是在动画中，只有在小房间里整理牌组的时候才是大尺度的穿着，然后脸就崩了。漫画版的游戏也在这个时候解锁了反重力披风，将校服披在肩上，帅气度拉满。动画则是解锁了一下下，出发前还留有反重力披风的模式，没想到才刚到走廊就马上打回了原形啊！决斗者王国篇的4人淘汰赛即将开打，在漫画中的这一集，贝卡斯有明确说出最终的获胜者可以获得20万美刀的奖励啊，但是动画这边也没有明确的说出具体金额，只是说了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那么第一场决斗游戏对决孔雀舞即将展开，在漫画中两人是在牌桌上举行的决斗，这边孔雀舞在决斗时早已看穿了游戏的小心思，站在孔雀舞的角度，他把游戏当作劲敌，渴望自己能够战胜强者。我以为这是只有海马才会说的台词，其实孔雀舞在前期的剧情中也一直帮助着主角团，在主角团餐风露宿的时候，正饿到不行，突然出现，马上给予食物。在游戏对决海马的过程中，海马使用跳楼战术威胁到了游戏，使其失去了所有的星碎片，而一蹶不振的时候，孔雀舞把自己迎来的多余的星星全部交给游戏，但是游戏没有接受。然而信子代替游戏与孔雀舞进行决斗，最终故意放水输给了信子，让游戏重获星碎片，进入决斗者王国。但是游戏现在只想把孔雀舞当做一个过场的角色，赶快处理掉。面对如此看清自己的孔雀舞，现在就想要马上激起游戏的斗志。孔雀舞先攻召唤出本家的招牌白板怪神鹰女郎，然后下一张关键卡牌之后，轮到你玩游戏王。然而游戏那个嘴脸一脸就是没洗牌，马上召唤出攻击力2300点的暗黑骑士盖亚，才不管你有什么盖牌，直接发起攻击。就在这个瞬间，在神鹰女郎的面前，却突然隆起冰山，盖亚的攻击就像突然踢到铁板一样，原来是孔雀舞启动在原作效果中非常强力的永续陷阱卡荧幕的禁闭，效果是只要你敢攻击，就扣除你1半的攻击力，完全不需要支付任何的代价。与实卡相比，实卡就是个垃圾。在上古环境中，你一拳我一拳的年代，这张卡的出现几乎会让对手完全不敢攻击。要是这个时候来个碰瓷剑士，再来个防战破的卡啊，那就不一样了。就算攻击力降到负的啊，我也要继续攻击啊。反正伤害是对手要承受嘛。回到这场决斗来说，孔雀舞的战术就是让他的招牌怪兽神鹰女郎慢慢套上各种 buff， 各种装备卡提升攻击力，利用各种魔线配合，让神鹰女郎慢慢成长为强力怪兽，创造出合适的攻击环境，再一口气斩杀对手。虽然说荧幕的禁闭出现后，确实会封锁住游戏的攻击，但其实解法也很简单哦，我只要不攻击就好了嘛。等我抽到旋风炸掉你的后台，我再慢慢搞你嘛。我还可以先手背拖回合。但是我们的游戏却没有这样想哦。你看他在第2个回合就抽到恶魔的召唤，上古时期还不需要祭品就可以直接召唤。你看游戏他过多爽。
このカードで勝負。但是就在这个瞬间，游戏他竟然又脑冲一次，你怎么又想冲塔啊？いけデーモン魔法来。攻撃を宣言したわね遊戯。トラップ再発動。何？恶魔的召唤攻击力减半，下一个回合难道要被反杀了吗？原来是游戏现在才注意到，这是一张永续陷阱卡，这是他以往都没有遇到过的。孔雀舞这边抓住机会，再度使用嘴遁攻势，希望游戏能够正式与自己的这场决斗。但是孔雀舞他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啊，在下个回合也只使用羽毛扫清了游戏的盖卡，也没有发起攻击啊，你偷放水是吧？那这边游戏的脑回路也开始正常了起来，终于想起手被拖回合的战术，覆盖张怪兽后简单结束回合。然而孔雀舞这边则是不断的帮神鹰女郎套上各种攻击 buff， 攻击力已经来到了2400点，狠狠鞭打着游戏的盖牌怪兽。游戏再度使出手被拖回合的战术，就在下个回合，孔雀舞非常罕见的召唤出他的第二只怪兽。私のターン、行くわよ遊戯。これがハーピー最強のしもべ。神鹰宠物龙，它的存在与神鹰女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神鹰女郎存在的数量越多，神鹰宠物龙的攻守数值也就越高。以往孔雀舞的决斗，除了神鹰女郎之外，几乎见不到其他怪兽，所以神鹰宠物龙的出现可以说是孔雀舞的王牌怪兽之一，也是他为了战胜游戏所特别准备的怪兽。神鹰宠物龙使出一招火遁火龙焰弹，轻松解决了手被表示的恶魔召唤。下个回合，游戏也抽到了黑魔岛，一脸贼样的游戏下了一张盖牌，还将黑魔岛召唤上场。不过这次学乖了，是手被表示，但是孔雀舞也见招拆招，在下个回合使出魔法卡诱惑之影，能够让手被的怪兽强制进入攻击表示的状态。在原作漫画上面显示的是普通魔法卡，可是，在实际上，这张卡在上古时期却有着永续效果，几乎等同于手被封印的翻版卡。但是手被封印的效力更强，因为诱惑这张卡它有着唯一的弱点，那就是无法对女性怪兽生效。在动画方面，孔雀舞竟然宣称这是个装备卡，不知道是不是明显的口误啊？私のカードは装備カード。誘惑のシャドウ。孔雀舞在发动诱惑之影过后，黑魔岛被吓到直接站立起来，而且还能够直接触发荧幕禁闭的效果，直接攻击起了荧幕上的自己，攻击力直接减半。通常这样的局面只会在上古时期的原作漫画中见到。在实卡方面，发动诱惑之影并不会让对方马上攻击过来，进而触发到荧幕禁闭的效果。接着，孔雀舞又发动第二张羽毛扫，游戏用尽心机所盖的圣凡卡也瞬间被消灭。孔雀舞的神鹰宠物龙再度使用火遁击败黑魔岛，游戏的生命值也仅剩下300点，而孔雀舞则是丝毫未损。眼看游戏即将败北，孔雀舞则是再次当起好人。遊戯、デュエリストの勇気が問われるのは負けて傷つく覚悟がなければ生まれることはない。遊戯、あなたにもその勇気がある。游戏却突然幡然醒悟，原来都是另一个我。表游戏总是在关键时候给予王样勇气。そうだ、俺は気づかなかった。俺の心の弱さを補ってくれた。もう一人の俺の強さに。それが見えるけど見えないもの。这个决斗者的勇气与永不放弃的精神，在每一场决斗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存在。被孔雀舞点醒的游戏，在下个回合发动魔法卡洗脑，抢走了孔雀舞的神鹰宠物龙。然而，孔雀舞也表明了神鹰宠物龙具有神秘效果，竟然不会攻击自己的神鹰女郎。残念ね。ペットドラゴンはハーピーのしもべ。たとえ洗脳されようともハーピーにだけは攻撃できないわ。俺はハーピーには攻撃しない。カード1枚を場にして。然而，名场面也即将出现，游戏召唤了永远的神。刚刚入监服刑没多久的飞剑龟，飞剑龟装载了神鹰宠物龙，立刻发射，竟然可以击碎了荧幕的禁闭。这就是上古时期的游戏王，想象力即是超能力。攻撃表示によってミラーウォールが出現。しまった。カタパルトタートルは壁や砦の破壊能力を持っている。就算使用各种物理学的现象，根本难不倒他。这也是飞剑龟继上次击碎城堡后，这次又击碎了冰山。但是现在的他已经被打上了强者标记，在禁卡表中永远的服刑。但我相信 K 社也不傻，之后肯定会推出类似的卡片来贩卖，所以各位对于飞剑龟的离世也不用太担心。接着，
击碎荧幕的禁闭后，孔雀舞的生命值来到850点。这个回合非常关键，孔雀舞要是直接攻击飞剑龟，就可以当场取得胜利。但是游戏的场还有一张盖牌，而孔雀舞偏偏谨慎的要死，有盖卡就不攻击，而是使用魔法卡万华镜华丽分身，一口气召唤出所有神女郎。但是在对上城之内的决斗中，这个万华镜华丽分身发动的回合不能攻击。孔雀舞之所以没发动攻击，也是有它的道理。然而游戏的盖牌是魔法卡怪兽回收，这个游戏表面上是说，其实你攻击过来就赢了，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真的攻击过来，我想你也会启动这个上古时期的规则，这个通常魔法卡想发动就发动嘛。这个怪兽回收是将自己手牌和场上的牌全部回收到牌组里，然后重新抽5张。就算我将怪兽卡飞剑龟回收到牌组里，然而王国篇的规则就是你不能直接攻击我啊，爽吗？但其实这个时候游戏是场上2张牌，手上也2张牌，所以其实发动后还赚1张卡。而轮到游戏的回合，这个怪兽回收发动后，也让游戏抽到能够对抗诱惑之影的关键卡片。無駄よ。どんなモンスターも誘惑のシャドウで攻撃表示にならない。バカな！神圣精灵的出现，让诱惑之影无法对其产生效果，强真是太强了。但是孔雀舞也没有让游戏高兴的太早，在下个回合使用魔法卡死者出生，复活了神鹰宠物龙，攻击力也因为神女郎有3只的关系，飙升到2900点，直接进入战斗阶段。手背表示的神圣精灵狠狠的被歼灭。但在下个回合，游戏又展示了波神抽，神抽到拖回合神卡。光之护风剑又可以拖上3个回合，真是太爽啦！游戏也趁机召唤出牌组里的吉祥物地神球，竟然也会被诱惑之影给诱惑。看来粒子球也是有性别的。由于不能发动攻击，孔雀舞简单抽牌后通过。游戏也使用死者出生复活墓地里的盖亚。由于不能发动攻击，而孔雀舞再次抽牌后通过，而游戏则是抽到废卡，抽牌后也是通过。孔雀舞却在这个回合再次抽到神女郎，但却没有召唤出来，因为就算召唤了也不能攻击。光之护风剑的效力还没有结束，但是要是召唤出这个神鹰女郎，就可以让神鹰宠物龙的攻击提升到3200点。孔雀舞又再度错失了一次机会，轮到游戏的回合，终于抽到那关键的卡牌，只有受过正统的游戏王训练才能够发动的卡欧斯的仪式。在原作漫画中的表现是将场上手牌1500点以下的怪兽当作祭品，动画中则是让7星的盖亚和1星的粒子球当作祭品，将怪兽凑齐到8星，已经完全符合了10卡的仪式召唤。其中一个灵魂引导光明，另一个灵魂引导黑暗。混沌战士的出场瞬间逆转了战局，用刀身挥出终极波，马上破坏了神鹰宠物龙。这一集也将孔雀的斗志彻底粉碎。他回想起了，要是刚刚自己召唤出手上的神鹰女郎，宠物龙的攻击就可以上升到3200点，高过了混沌战士。可惜决斗是不能够重来的，战意尽失的孔雀舞也在下个回合选择了投降。目前更广为人知的说法为左上角快速胜利，这样决斗也宣告结束。这是混沌战士的首次登场，所以小猪猪对他的印象，说好听一点是登场即秒杀，讲白了点就是剪尾刀。或许是由于自身没有效果，之后的戏份几乎都与亲眼救急龙一同登场，成为高贵的融合素材呀。但是混沌战士作为混沌系列首发登场的卡牌，它的后续卡牌更是缔造了许多无法被超越的神话。混沌战士的传奇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持续关注小猪猪哦。